没输过你就小游戏你就很强的。我见我姥爷用过这东西，我给我家小猫梳毛的时候用这样的姿势。是有3层力道，所以为什么它天真呢？就还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来，调皮捣蛋玩心动挑战，淘叨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一舟，在后浪当中饰演任天真。你们这些孩子呢，是忠于未来的希望。将来的这片天就由你们年轻人扛了。一共几个问题啊？6、7个吧。行。试试运气。试试运气，就是他啊。有网友建议任天真开启巡回问诊，你的回应是？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这个如果是任天真呢，那我一定是有信心；但如果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水平有限。剧中任天真热爱各种刺激运动，你有因为演这个角色而爱上极限运动吗？其实我自己就挺喜欢这个极限运动的。饰演任天真之前，我就会看很多关于极限运动的纪录片。希望呢之后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假期，让我对某一项极限运动呢有时间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哪一项呢？徒手攀岩特别酷。在后浪中蹦极的那场戏，跳下去的那一刻，你的内心 OS 是什么？人物的逻辑就是面临打击的时候呢，这个不成熟的孩子有了不成熟的冲动和想法，比如轴很犟的一个思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感受萌萌当时内心当中的那种绝望，他想尝试去做到感同身受。本人拍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是挺有趣的。这3个问题。再来。拍完后浪之后，你觉得自己把脉看病的技能能有多少分？这姿势是标准的，但是学问呢，还是初学者中的初学者，7、8级新手的这样一个等级。你觉得谁是后浪的最强喜剧人担当？孙头头吧，他一直就是剧里的这样一个开心果。因为性格使然，在一些剧情片段当中呢，他就是那个家庭当中最活跃、最跳脱的。当然，有时候像我爸任心正，我觉得很反差的点。我爸平时对我很严肃、很凶啊，但是他怎么原来有这样一个可爱的那一面呢？完了吧，应该。你有什么养生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坚持饮食规律，不是工作的时候一定早睡早起，要保持适当的每天的运动，这些东西就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日常习惯。哇塞，你这运气够好！最后一个问题 ，bingo， 没输过你就小游戏你就很强的我。如果任天真和张一扬认识，他们会成为朋友吗？绝对不会了，这都挺臭屁的。我觉得任天真啊，他比较傲娇；张一扬呢，他的那种性格，俩人就放在一个屋里头了，他俩也就打死互相不会认识。那你说不定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也有可能啊。哇！通关，恭喜！有份小礼物。小礼物还是惩罚啊？真的有礼物？不坑你。谢谢。我见我姥爷用过这东西，这主要是我自己胳膊我能够的后背，这样我就用不到它，我给它带回家，我给我家小猫梳毛的时候用。你觉得任天真这个角色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首先，他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属于任天真的幸运和幸福，并且任天真的底色呢，跟我个人本人是有点不同的。我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听话的孩子，但是任天真绝对不是，家长说东，他绝对往西走。真的人很天真吗？像我爸任心正一样，一个真的就是人心正，一个真的是人很天真。那为什么可以那么任性呢？因为他足够天真。为演好这个角色有做哪些准备吗？这个戏因为是讲中医嘛，就前期有2次机会都是可以到原型老师家里面去学习和取经的，初步的去了解一些中医的知识啊，中医的理念。和吴刚、江山老师演对手戏的感觉怎么样？过瘾啊，并且非常幸运，像这样的老艺术家，他们都是有非常丰富的表演经验的。那么他们作为前人呢，非常有耐心的在引导我们去进行学习和创作，能跟老师们一起合作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是很有收获的。这里面就感觉他们行父慈母，戏外他们也是这种。哎呀，戏外其实老师们都特别好，高中老师把年轻人，把我们年轻小孩当孩子，都很照顾我们后辈。你
熟悉比较多就是孙头头，就你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打不相识，他们两个角色当中是有这种极强的性格反差，所以这两个人呢，在剧本故事情节的走向当中，才能够最终产生出这种不一样的火花。我觉得不光是爱情，可能同样也是一个思维上的比较 match， 能够很好的交流的这样一个状态。什么灵魂伴侣嘛，这是。类似吧，我觉得。一开始是欢喜冤家感觉。对，一开始特别欢喜冤家。任天真的，我觉得他肯定想不到，竟然最后跟这个孙头头能走到一块儿。师生班里面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他最早的目的不是认真学习，是来给他父亲捣乱的，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医就是伪科学的证据。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慢慢的感受到自己真正的内心对于中医的那种热爱和发自内心的那种敬畏。在剧里面玩的滑板什么的，就当时感觉怎么样？因为原来这个右腿是受伤过，所以看着滑板我这脚腕就打颤。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觉得很有趣也很酷，我就跟老师们去学习它最基本的上板下板的动作。这个也跟导演有过交流和沟通，就是为什么任天真喜欢这些。当然这个人物的塑造也依托于他的这种性格反差，就是要天赋听话乖乖的学生，他的另外一面就是追求各种刺激的运动也好，追求各种挑战也好，这对于这个角色呈现出来更加立体是很有帮助。你感觉你本人有做过什么你觉得很叛逆的事儿吗？好，还真就没什么。跟家里长辈意见相左的，我就直接去表达我的想法。如果他们说服我了，那就是他们成功了；那如果我说服他们了，那就是我成功了。我是不太会像任天真那种噼里啪啦张牙舞爪，烦死了。所以为什么他天真呢？就还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英雄无悔》当中饰演就是卧底缉毒警，就张一阳嘛，可以形容一下这个角色他的性格。这个角色特别吸引我，因为我自己首先就是军人出身，第二点呢，因为有无数像张一阳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是在我们祖国隐秘的战线上默默付出的人，也有很多的无名英雄，他们是为此是奉献和牺牲，是非常崇高的一种付出。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讲，是希望能够诠释好这样的故事和角色，能够让大家共同来铭记隐秘战线上的英雄的付出。且我觉得这样的剧本，这样的角色，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也希望我未来的剧本的选择、角色的选择，还都是有标准、有意义的。你觉得拍这部戏会很过瘾吗？一是过瘾，第二个我觉得年轻演员能够有机会去来进行这样的创作非常荣幸。当时在实地拍摄的时候呢，也向一线的干警去了解了他们的真正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他们的身影在我的心里是越发的崇高。萝卜周嘴替上线，很多粉丝都很期待你之后的工作计划，这个可以透露给大家吗？我就希望我自己哥抓紧跟大家见面，就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别的没有。一周之前提到说想要养一只小狗，就是对，想要小狗提上议程。有机会的话，合适的话就找到我那只麻辣香锅，名儿都给它真的要叫麻辣香锅。想。为大家展示一下中医把脉的手势，还记得吧？记得。我先问，您贵姓？您今年多大？您自个儿觉得是什么样的问题？您的作息怎么样？您的饮食怎么样？看看您的舌苔啊。前期是这样的一个询问的工作啊，另外一个就是把脉诊放在桌子上，然后先搭一只手，这样的姿势，是有3层力道来感受它不同的这个脉象，然后再换另外一只手。重复操作，而且手是不一样的，食指永远扣在前面的关节，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你刚才准备的奖励。哎呦，谢谢！恭喜你在潮语导弹中获得最佳老中医奖，豪特发此状以示鼓励。我还变成了最佳老中医啊！谢谢。